来说12星座下周好消息和注意事项，太阳上升都包括。我会按照12星座4元素分类，风火水土4个元素对应的星座来讲。先是风元素的3个星座，双子、天秤、水瓶，下周能量是顶强的，关于自身的一切都会被放大、向外扩张，或者是移动切换。因为大吉星木星在周天5月26日正式换星座，换到双子座的位置了，在这会待上1年的时间，所以对风象人来说真的是兴起的一个新势头。下周呢就是起运期，所以会有很多新的局面、新的活动、新的计划，需要太阳上升风象人去开拓。你们就是焦点，也是在别人眼中可能非常不可控的人，或者他们觉得你们人生的下一步是非常未知的，不知道生活会给你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惊喜或者是震撼。但是无论如何呢，所有人都会看到你们的一个新面貌公开展示出来。尤其是下周5到周末这3天，风象人呢从身体的内里到精神意识以及外在的生活都容易有觉醒式的改变，会促使某些事情之后有新的一些进展。下周呢，风象人的身体使用频率会很高啊，比如说体力消耗比较大，或者是需要你演绎啊、表演啊、公开发布啊、说明啊，马不停蹄的一个任务接一个任务，这个都是星运的一种感受力啊。所以下周身体的一个合理运用与对外的一个展现，比如说整个体态啊、妆容啊、形象的一个新的一个打造，对于风象人也是非常关键的。你的肉身的改变会推动你整个运的一个变化。工作生活这个时候要重视新人、新的任务，或者是听到的新的意见表达，曾经的辉煌或者是挫败，这个时候可以丢弃了。宇宙不允许你们再活成林黛玉了，它要你们活成王熙凤或者是薛宝钗。再说一下3个风象星座的下周核心关键啊。双子座因为木星到双子，所以你们的变化是顶大的，但是双子座的变化很有意思，你们变不是因为自己要变，更多是周遭环境、某些政策、某些人的一些要求和提议，他们提出了一些新的东西啊。双子座是有点感觉像是响应号召、受到召唤啊，狠一点的话就是突然间被一棍打醒，打的双子座还挺疼的，因为木星和冥王星成相了，冥王星是颗让人比较难受的星，双子是在这样的一个催召下啊，开启了一个新路或者是新的一个方式。这个催召呢，主要会跟这种异地海外啊、网络啊、远端啊、远程啊、教育、教学、文旅啊，以及一些合作、合伙、团体的人士有关。所以可能是双子的导师啊、合作里面的项目方啦，某个圈子爆了，他们有一些引动的动作，触发了双子座新的计划和行动，趋向更好的一个未来。那风象中天秤座的变化呢，就不是来自外界了，是你自己对自己有要求啊，求新求变的一个可能。比如说希望自己在某些场合里能够表现得更好，或者是受到更大的机遇，或者是在想怎么样才能够受到某些特定人的夸奖，更被大家注意到。这个时候会有这种竞争心，想要赢过一些人或者摆脱一些人。基于这些希望呢，天秤下周就会自发的去展开新的计划。同时呢，天秤也有贵人去指引你们做工作生活的决策，比如说跳槽啊、跨界转型啊、深造啊、一些人事关系新的变化怎么样去处理啊等等。可能这个指引啊之前就在发生了。那下周呢，天秤只是把它进一步的执行出来、做出来，看到实际的一些发展。那指引也意味着天秤的考学、读书、老师运下周也是很好的，也有很不错的子女运和恋爱运。那风象中的水瓶座呢，下周子女运和桃花运也是很旺盛，恋情有官宣公开的迹象，或者你孕育的作品、公司、项目方案此时发表展出了，也可能是你准备已久，此时要上考场、赛场、秀场、面试场、新的工作场。所以水瓶的变化呢，是伴随着一波瞩目和热议的，或者还需要一些社交啊、应酬啊、差旅啊、地点的变更，就是一系列跟外界密切的联络互动，而触发了水瓶新的机遇和新的财路。再是火元素的3个星座，白羊、狮子、射手，下周社交和对外的交流会变频繁，可能你们要适应一个新的人事环境的变化，或者你希望驱动一些合作、合约、工作调定达成，往新的方向发展，希望一些客户、朋友、婚恋等等重要的1对1关系能够更进一步。那下周5到周末呢，火象人工作、财务容易有意想不到的发展，好坏呢每一个人盘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时候你们都不要去做大的决定。你觉得可能自己想清楚了，但这个当中还有一些不是很实际的一些部分，起码要拖到周天6月1日下午或者是下下周，你们再决定做什么、怎么做会比较正确。简要讲一下3个火象星座下周的核心关键。火象中的白羊座呢，下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人际方面都会比较强势啊，说一不二。比起做具体的任务，跟外界及时的沟通信息其实更关键有用。财务方面呢，不要多想，白羊呢明年穷才是不正常的啊，明年开始才是走正财年。你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明年过上新生活而付出。既然是明年，你现在有什么好为了眼前的利益得失而焦虑失落的呢？不要去想财，想着去拓宽变更路径，自然运就走对了。整个应该聚焦在个人的一些变化和提升上啊。那火象当中的狮子座呢，下周好运来自于团体、网络、合作、合伙的社交圈，也就是每个狮子座你覆盖的这张网有多广，你的好运就能够延伸到哪里。所以你自己判断一下，所到之处皆会有贵人。只要你不表现的就是清高啊，或者是太要面子啊，太要担责任啊，或气势太强啊，或者可能你想着自己一个人做了啊，只要你不这样去做，就不会被人揪住小辫子拿捏，其他人都是愿意跟你们共事结交，会有友善的缘分，也会给到你们一些新的发财机会，你也不容易有
财务的损失，比如说借贷关系这种发生。那火象当中的射手座下周婚姻合作宫被触发了，所以爱情当中的正缘运变好，也可能有比较重要的洽谈和沟通在进行，决定了射手座下一步在哪个位置负责什么项目或者是工作啊，定哪个方案等等。那这里呢，建议射手座下周多询问几个人的意见，找工作呢也可以多投几家啊，你就能够去接收到更多的信息，对射手座下一步的工作财的一些决策啊都是好的。水元素的3个星座双鱼、巨蟹、天蝎呢，下周变化不是大是重。木星呢在周天26日换座之后，会把3个水象星座的本质改变，一定有什么东西在你们生活里面是重新建立的状态，比如说身心内里健康啊、工作啊、住所啊、家庭啊、志愿啊、财务啊等等，所以呢是很重的一个变化。你们会采取一些行动，但是它远不是一个终点，这是一个变化的周期。因此呢，水象要注意不要夸大目前的这个事实，不论它是好还是坏的。如果你觉得目前发生是好事，那你要知道自己还需要努力更长一段时间才能够让它真的持续稳定的好。如果你觉得是不好的事情，也别过度恐慌，别想着说赶紧摆脱、赶紧了结啊！为什么我的命运这么悲惨啊？越这么想，它越弄不好。心态可以有余一点啊！你已经看到问题了，其实已经在把一些煞在隔绝了，在给未来去止损。至少未来如果再有坑，你不会再跳了嘛。而且水象，你不仅是看到问题，你也在采取行动了。那它就是在改变的路上，我们只需要边行动边等待一段时间，这个影响的发酵就可以了。再简单说一下3个星座下周的核心关键啊，水象当中的双鱼座下周需要把一些跟未来相关的地点、空间和决策要定下来。此时呢，你不必听一些七嘴八舌的声音啊，别被怂恿，别去参考别人的意见，只需要选自己觉得舒服的，你觉得值得的，哪怕要多花一些银子或者多付出一些努力，但是呢，人间来一趟，别让自己后悔。那水象当中的巨蟹座呢，下周关键要避免患得患失，情绪心态的管理是好运的关键，适合闭关进修，或者用某种方式去切除掉自己多余的欲念和肉身当中不好的部分，包括小人啊、是非啊。你们有机会接触到纯净的能量，比如说婴儿啊、动物啊、医者、很质朴的人，或者是灵性修为很高的人，也可能是接触身心灵啊、玄秘的世界，帮助自己打开心结，化解麻烦，转换能量。整体呢是适合休养生息、转换频道的一周，可能有什么事情让你们感觉到一种舒适感，或者是安全感，或者是能够躲起来。那水象当中的天蝎座呢，下周现实考验是比较重的，你们现在的身心压力可能也是挺大，对外的一个谈话啊、展示啊、工作表现可能都蕴藏着一定的难度、危机或者是风险。那下周行运看呢，要避免很着急的计划，哎呀，我要怎么样走要更好啊，怎么样才能够更快拿到我想要的结果啊？天蝎，你要舍弃掉这些杂念，你反而能够更快，事情结果能够更好，自己去理解一下这句话啊。土元素的3个星座摩羯、金牛、仙女下周开启劳模工作狂的模式，因为你们的工作事业好运到了，所以会非常忙碌。那下一周呢，你们不要去想说，哎，我的下一步、我的下步，这些都不要想，你们要专注于眼前的事情。所有的工作生活的规划基本上都是有固定的 schedule 的，每个阶段的行程都得按照既定的计划，或者是按照上层领导管理者的要求，他们怎么说你就怎么执行，不太能够自己做大的调整，负责做完就好了。下周是无念无想抓紧干的一周，少一些杂谈啊、闲聊啊，也少说自己的意见。你的意见想法越多，堆到你这边的活也会越多。当然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也可以了啊。简单说一下3个星座下周的核心关键。土象当中的摩羯座下周职场满足度很高，因为你们本来就很爱工作，然后呢这时有很多的任务都是摩羯座亲自弄的，所以呢可以很好的证明自己的能力水平。那要注意一点呢，就是身体的劳累啊，很可能会加班熬夜，包括之前可能累积了一些身体的毛病，这个时候可能就出来了。另外呢，桃花社交运是不错的，下周末尾的3天可能有一些娱乐啊、桃花啊、人际啊、运气方面的一些意外惊喜啊。那土象当中呢，金牛座呢下周财运不错，尤其是下周5到周天，你们做的或者是发生的一些事情，能够帮助你们吸来财，不一定是那几天发生啊，这个财运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后面还会持续一阵挺旺的盛财运的。但是金牛你也要抓紧做事，因为正财就是跟你手头的项目啊、任务啊就是非常相关的，你做了它才给你财。那土象当中的仙女座的下周事业贵人领导运很旺，能够借着比自己地位更高的、影响力更强的啊、资历更老的人来促进自己的事业发展。当然这也意味着你跟上头的关系就要搞好啦，包括父母啊、长辈啊、领导啊、前辈啊这些。虽然你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天马行空的想法和念头，比较前瞻的一些 idea， 或者是看似看到了一些新的机会，但此时呢，关键其实是优选，而不是拼数量，不是凭一些想法，你要做出来。工作当中你要去筛选，你能够做出哪个工作，接哪个项目对你来说是更有利的，你不能什么都干。仙女座你要去做在工作和家庭当中更体现出自己的位分和价值的一些活。那祝大家下周好运了，我是艾拉范老师，用星座和心理学一起更好的指导自身生活，下周见，拜拜。